漆黑的房间里，忽然传来第4个人的声音，这让另外3人都瞬间吓了一跳。借着窗口传来的微弱光线，3人能看出眼前男人的轮廓，但是看不清他的面容。不过，从身材和声音来推测，这男人应该比较年轻，只是不知他究竟是何时出现在房间里，表情冷峻又带着戏谑，让3人心中惶恐无比。而这说话的男子正是叶晨。这栋别墅之所以会断电，就是因为叶晨直接用灵气毁掉了横跨河面的2条供电线路。叶晨知道他们有大量高科技设备严防死守，所以才直接选择了断电这个办法。普通的民居没有备用电源，这个高档别墅区能有2条供电线路一主一备，已经算是住宅中的高配。2条线路一断，方圆几公里内的住宅顿时陷入黑暗之中。断电之后，那些高科技探测设备便失去了功效。叶晨进入这栋别墅，便如无人之境，根本没人能够发现。汉克也是这一刻才意识到，原来对方断电的目标不在周家庄园，而是这个前线指挥部。最先警觉过来的他，下意识从腰间掏出手枪，将枪口对准叶晨，不多问一句废话，直接扣动扳机。可奇怪的是，扳机却如同备上了保险，虽然能扣得动，但也只能扣下去一半的行程，始终无法激活手枪的击锤。还没等他想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叶晨便以极快的速度忽然出现在他面前，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淡淡道：“不要跟罗斯柴尔德混了，以后你就是我养的狗。”话音刚落，汉克忽然学着猎狗的模样坐在地上，伸直2条前臂撑在地面，殷勤地向着叶晨学了2声狗叫。汪汪！史蒂夫和罗伊斯父子2人都看傻了，谁也没想到汉克这个平时杀人不眨眼的硬汉，竟然会像条狗一样趴在地上，吐着舌头讨叶晨的欢心。他们2人脑子里闪过无数念头，想过逃走，也想过呼救，可也都担心叶晨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这里，恐怕也不可能让他们顺利求救。若是惹恼了他，说不定还会出手干掉自己。而这个时候，叶晨看着他们俩，冷声道：“你们2个是罗斯柴尔德的核心成员吧？来，从大到小，分别做个自我介绍。”史蒂夫惊恐不已地看着叶晨，吞了吞口水，紧张地说道：“你到底是什么人？想干什么？”叶晨皱了皱眉，直接一耳光抽在他的脸上，把他后槽牙抽掉4、5颗。史蒂夫被抽得一屁股坐在地上，顾不得脸疼得钻心，接连将断裂的牙齿从口中混着血水一起吐出。他一辈子养尊处优，哪里受过这样得罪，怒不可遏地说道：“你知道我是谁吗？竟然敢这么对我！”叶晨不屑地说道：“我就是不知道你是谁，所以才让你自我介绍。而且我这个人没什么耐心，再不回答我的问题，我就要你的命。反正你们2个只要能留下一个活口，对我来说就够了。”说罢，叶晨看了看父子2人，冷声道：“如果你们不想让自己横尸街头的新闻成为明天的头版头条，就最好老老实实配合。”罗伊斯吓得浑身发抖，连忙说道：“这位先生，您别生气，我父亲年纪大了，脑子反应速度有点慢，我来回答您的问题。”叶晨点点头，淡淡道：“说。”罗伊斯忙道：“回先生，我叫罗伊斯·罗斯柴尔德，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现任族长霍华德·罗斯柴尔德的长孙。”说着，他急忙又介绍起身边的父亲，道：“这位是我父亲，霍华德·罗斯柴尔德的长子史蒂夫·罗斯柴尔德。”叶晨看了2人一眼，心里不由惊讶，他没想到在这里等着摘桃子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核心成员竟然能这么核心，一个长子，一个长孙，正常来说绝对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第1顺位和第2顺位继承人。有这2人在手里，想把4方宝藏带出这里，甚至带出美国，恐怕都不再是什么问题。于是叶晨对2人说道：“从现在开始，你们只要乖乖配合，我会留你们1条命，但机会只有1次，只要你们不配合，我就立刻要你们的命，听明白了吗？”2人忙不迭的点头。
异口同声地说道。听明白了。叶晨满意的微微颔首，随即问蹲坐在地上的汉克道：你们在这里一共安排了多少人？汉克连忙道：回主人，一共安排了100多人。叶晨问他：如果我要去周家庄园一趟，你能把人支开吗？汉克迟疑片刻，说道：这100多人并非完全听命于我，其中还有不少霍华德留下的眼线，一旦我有不合常理的行为，他们会第一时间向霍华德汇报。如果我把人撤走，他们肯定会第一时间上报霍华德，到时候霍华德一道命令下来，这些人就完全不听我指挥了。叶晨点了点头，又问道：如果我拿到4方保障，有什么办法能够悄无声息地离开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封锁区？汉克想了想，认真道：想悄无声息地离开基本上不可能，整个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都在不断地加固这个封锁区，每个封锁区的工作人员都配备了联网的记录仪，所有视频信息实时同步上传罗斯柴尔德家族自己的云服务器，就算有办法蒙混过去，也一定会留下视频影像资料，所以没办法做到悄无声息。叶晨转头看了史蒂夫·罗斯柴尔德和他的儿子罗伊斯一眼，对汉克说道：既然做不到悄无声息，那这2个人留着就没用了，帮我干掉他们。叶晨此话一出，史蒂夫和罗伊斯顿时吓得浑身发软，惶恐不已。汉克此时为叶晨马首是瞻，自然没有半点犹豫，端起枪便要先杀史蒂夫。史蒂夫一见如此，吓得魂飞魄散，连忙脱口道：别开枪，别开枪，我有办法，我有办法。汉克此时脑子里只有执行叶晨的命令，所以根本不管史蒂夫说了什么，枪口对准他的脑门，便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千钧一发之际，叶晨伸手挡住汉克的枪口，淡淡道：让他说完。随后他看着史蒂夫道：你有什么办法？满脸冷汗的史蒂夫如蒙大赦，连忙说道：先生可以坐我的直升机走，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自己的直升飞机是可以自由进出封锁区的。